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群殴。这是中国的一句老话，用来形容一个人力量有限，很难击败两个人，甚至是更多。哪怕猛虎的单挑能力再强，也害怕遭遇到群狼的袭击。这也让人产生了好奇：一个人是否能够以1打2？如果可以打败2个人，又需要花费多少时间？相信看完今天的视频，你的心里就会有了答案。在俄罗斯的一档格斗比赛中，在众多普通人当中，找了2名不太普通的人来共同围剿一名格斗选手。为什么说他们不太普通？就像这位小伙的路易斯，他是综合格斗爱好者，平日里就喜欢舞刀弄棒，经常在街头的格斗比赛中参加一些业余组的比赛。身高185公分，体重67公斤。从赛前的热身动作来看，偶像必须是嘴炮 Conor McGregor。再来看看他的队友托马斯，身高170公分，体重80公斤。他是一名马家术教练，不仅掌握了各种防身之术，还曾为国家安全局做过培训，可以说是经验老道，出手毒辣。所有拳迷都知道，马家术和比赛不同，它是一种街头防身术，出手就是杀招，充满着科技与狠活。那么走进擂台的托马斯，能否像在街头那般神勇无敌呢？先别着急，等一下你就会知道。最后就是真正的主菜，综合格斗选手阿隆索，身高176公分，体重77公斤，战绩不详，职业生涯不详。但主持人在介绍环节中说他的格斗智商超高，精通拳击和巴西柔术，别的我们暂且不说，就看他两侧的前锯肌和那双饱经风霜的菜花耳，就知道此人绝对是个练家子。随后裁判介绍了规则，并嘱咐了3位选手，这是一场特殊的比赛，你们各安天命，好自为之。在八角铁笼的外面，那些观众也充满了求知欲，随着他们的疯狂呐喊声，这场强弱不等的3人游戏也正式的拉开了帷幕。比赛开始，擅长马家术的老马就开足了马力，飞身撞膝。阿隆索在躲避的同时，顺势抱腿把老马摔在了一边，随后把目标对准了路易斯。可是刚刚挥出了2拳，就被身后的老马拦腰控制。正在2人准备联合群殴时，阿隆索像一头猛虎，动用全身力量突出了重围。职业拳手的绝对力量瞬间把老马扑倒在地，路易斯前来解围，却变成了叠罗汉的游戏。接下来，阿隆索改变了战术，先是退到了安全距离，再瞄准了相对弱鸡的老马。只见阿隆索咚的一拳，直接放倒了毫无防守的老马。阿隆索也呆了1秒，这家伙竟然这么不抗揍。随后他发了疯般冲过去，就是啪啪补刀。路易斯有瞬间秒懂，队友一旦被他打晕，自己孤身一人就毫无胜算，于是快速上前解围。3个人又玩起了叠罗汉的游戏。老马也心说：哎，你们过分了啊！为什么受伤了那个人总是我？就在这说话间，路易斯已经控制住阿隆索，老马也在爬起身后，照着阿隆索就是一顿猛锤。但路易斯的锁技终究是小学生水准，老马担心阿隆索逃脱，一时着急用出了站立断头台。但是老马兄弟，你怎么就忘记了断头台？你可不是专业的。果不其然，阿隆索轻轻一推，就把老马推到了笼边，接着快速近身，照着老脸就是咣咣2拳。老马是强人所难，抱着阿隆索是垂死挣扎，但镜头一晃之后，只见老马当场嗝屁栽倒在地，这看得我是一头雾水。注意看，阿隆索的左臂被控制，右臂又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那么老马究竟是怎么倒下的？好在这场比赛过后，看到了不同角度的画面，路易斯看到双方僵持，在情急之下挥出了拳头，阿隆索的头缩在里面，而老马的脑袋就在中间。放慢镜头过后，看到路易斯挥拳时，老马的头部有轻微的震动，随后老马就被爆了装备，护士当的一声掉在了地上。所以根据我多年的断案经验，首先排除老马是自杀，他应该是被自己人干掉，路易斯这是要单飞啊。阿隆索一看，哎呦，还有卧底呢。随着老马的突然倒下，他的对手路易斯倍感压力，阿隆索一记抱摔把路易斯放倒在地。接下来就让你见识见识真正的柔术。阿隆索用双腿控制对手的右臂，双手牢牢锁住对手的左臂。此时路易斯就是案板上的鱼肉，阿隆索只需要稍稍发力，路易斯就疼得吱哇乱叫。裁判赶紧叫停了这场比赛。阿隆索是有惊无险的赢下了比赛，也完成了以1敌2。此时现场的俄罗斯拳迷已经被他的神勇彻底征服。双双惨败的2人组对阿隆索那是心服口服。其实俄罗斯的格斗比赛要比其他国家更加奇葩和大胆，经常通过一些脑洞大开的比赛来吸引电视机前的观众关注到格斗运动的本身，也让大师也看的是一时兴起。那就再为大家带来一场福利。下面这场高低对决也是矮子和巨人的较量。这位红毛小子是来自西班牙的福米加，
身高167公分，体重61公斤。如果放在正规格斗比赛中，他是标标准准的雏量级选手，相当于 UFC 中的克鲁兹和毒蛇 TJ 迪拉肖。而他的对手达莱特是一名站立型拳手，更加注重于拳法技术，身高2米，体重240斤。往八角铁笼这么一站，甚至比铁笼都高上半头，和铁血战士一样，是不折不扣的重量级身材。如果被他敲上这么一拳，小个子不死也得脱一层皮呀。如果现在问你迪拉肖和铁血谁会赢，你一定觉着这不废话吗？但是在这个擂台，结果就不一定了。赛场上的画风就像是爸爸打儿子，红毛先是低扫，再是快速冲拳，但是因为先天的臂展差距，让他始终无法打入到内围，再加上对手擅长拳腿，站立对拼，自己是必然吃亏。红毛是灵机一动，改变战术，选择了下潜抱摔。红毛想着抱摔的同时，巨人想着将他连根拔起，但红毛的下盘实在太稳，就像老树盘根被吸在地上，这也让巨人瞬间暴怒，对着红毛就是连锤带打，红毛也差点被巨人嘎了腰子。不得不说的是，红毛的意志十分坚定，被砂锅大的拳头一顿猛锤，依旧没有想过放弃，而是一心想要扳倒巨人，因为只有进入到地面，自己才有获胜的可能。说着，红毛看准时机，将自己浑身的力量集中在巨人的右腿。这次蚂蚁终于扳倒了大象。倒地后的巨人虽然不懂啥巴西柔术，但相差1倍的身体重量让他死死地控制着红毛，生怕对手在地面生出幺蛾子。红毛顶着重拳的炮轰，是滋溜一下拿到了体位上的优势，手忙脚乱的巨人彻底傻眼，这小家伙怎么这么大劲儿？说完，只能双手护头来抵抗红毛的拳头洗礼。好在巨人身大力不亏，一个起桥弹走了小红毛。巨人本以为可以回到站立，但不依不饶的小红毛用出了吃奶奶的劲儿，又一次把巨人扑倒在地。巨人也心说：“你小子没完了是不？”接下来埋头苦干的小红毛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想让你哭，疯狂地挥舞着小拳拳。就在巨人提臂格挡的同时，红毛已经开始在寻找把位。就在巨人纳闷这小家伙要干啥时，红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怀着激动的心，用颤抖的双手控制了巨人的右臂，随后身体快速后仰，做出了一招完美的十字固。撕心裂肺的疼痛让巨人是马卡巴卡，骂骂咧咧的拍地认输。哎呦，真他妈是个狠人！就这样，红毛以柔克刚，利用柔术杠杆的神奇力量，战胜了体重翻倍的超级巨人。这就是隔行如隔山，站立类型的拳手，即便技术再精湛，体型上再占据优势，可一旦进入到地面之后，就像被扔进了汪洋大海。而擅长巴西柔术者，就像是张着血盆大口的深海鲨鱼。获胜之后的红毛也高兴嘚儿了，仰天长啸一声之后，大喊着还有谁？好了，这就是俄罗斯的奇葩比赛。喜欢观看这一类比赛的朋友，欢迎在留言区留言。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Becoming contagious. I'm the type of dude that will always be ageless. I'm the type of dude that will always feel shameless. I'm the type of dude that they say is fucking heinous. 'Cause I'm the type of dude that